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7月17日啊！今日咧講下埃及學嘅知識咯。就話說咧，我尋日就發布咗會員影片，會員影片咧就講咧，意大利最新嘅團隊啊，喺今年3月份咧就竟然咧喺金字塔下邊啊，就揾到好似有8條柱狀嘅東西，佢利用雷達探測就揾到8條柱狀嘅東西。咁呢8條柱狀嘅東西咧，令人哋聯想到會唔會係地下城嚟噶？因為咧。希羅多德咧就講過喺即係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啊，就話咧埃及咧係有地下城喎，咁啊所以咧有啲人咧就聯想會唔會係咁樣呢？咁我咧就喺會員影片裏邊發布咗啦，就係話喂，當埃及人起緊呢個嘅胡夫金字塔嘅時候，其他嘅世界嘅文明喺度做緊啲乜嘢呢？呢個所謂嘅6大文明係做緊咩呢？中華文明啊，仲係呢個嘅新石器時期晚期，仲未有文字。咁有初步嘅成果，咁我哋而家見到嗰啲龍山文化或者後期嘅二里頭文化，咁啊比起呢個埃及人咧，能夠建造100幾十米嘅金字塔咧，當時咧其他文明咧都係冇咁發達嘅，咁唯一比佢有發達嘅程度可以媲美嘅咧，就係兩河文明嘅啫。其他譬如話呢個嘅印度啊、愛琴海啊，都係稍為較後一啲嘅。咁啊呢個會員影片已經解釋到啦，但係今日咧我就借呢個機會咧，繼續去講埃及同中國嘅關係，因為我睇到一篇文章，我揾資料嘅時候就係習近平寫嘅即係習近平署名嘅，喂，君無戲言啦，一個國家主席喺2016年嘅時候咧就發布咗佢嘅文章，就叫做《讓中亞友誼如尼羅河水奔湧向前》嘅署名文章啊，裏邊咧提到咧埃及嘅尼羅河啊，話佢第一次喺訪問埃及嘅時候咧覺得即係由衷咁讚美埃及人民嘅智慧同力量啊。咁啊，習近平咧亦都提到另外一個故事嘅，就話咧中國同埃及同為文明古國，兩國嘅人民友好交往啊，係非常久遠嘅。2000幾年前呢，中國漢朝嘅朝廷啊，就已經派遣使者前往亞歷山大，古絲綢之路咧成為雙方嘅重要紐帶，因為當時係推緊一帶一路啊嘛。喺2013年咧，習近平開始強推一帶一路。2016年嘅時候，佢發布呢篇文章喺埃及咧文章裏邊咧就即係作為一個演講同埋刊登嘅。咁裏邊就提到一帶一路、漢代同埋亞歷山大。咁到底係咪事實呢？今日做有事實核查啊！而佢用咗一幅地圖嘅呢個習近平嘅文章，就係孔令偉《人民日報》海外版古代絲綢之路嘅地圖。喂，我哋梗係信任習近平所講嘅嘢啦。佢就係既係偉大嘅戰略家、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呢個嘅語言學家咁等等。所以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即刻睇下佢嘅資料來源，因為我哋研究一個人講嘅嘢，梗係研究佢嘅資料來源噶嘛。佢嘅資料來源咧，孔令偉呢篇文章咧，其實係嚟自一個咧就叫做古商道風光無限好經濟大建設再寫華章一帶一路嘅文章嚟喎。咁整一幅咁嘅地圖，但係呢幅地圖一睇就知係亂寫嘅。點解咧？因為佢又冇時間線嘅，佢裏邊咧好多唔同嘅地名咧都係唔同時代嘅，譬如話呢個伊斯坦堡啊、新德里寫呢啲名咧好似九唔搭八嘅，巴格達仲有啦雅典、羅馬、威尼斯，喂，一睇就知漢代冇可能去到呢啲地方啦。即使去到唐代咧，唐代都係去到所謂嘅大夏，即係今天嘅阿富汗一帶嘅啫。去到幾時先去到威尼斯絲綢之路？去到呢個元朝咧，先能夠直接去到威尼斯，去到明清時期先去到歐洲。其實即使去到呢個嘅唐代盛唐時期就因為咧呢個嘅中東先後有波斯同埋大食國就控制咗，咁所以咧嗰啲絲綢之路咧係中國嘅商人咧係運到去波斯、運到去中東嘅啫。後來嘅大食國即係阿拉伯帝國，然後再經呢啲商人咧運去歐洲。所以點解後來去到呢個嘅西班牙崛起嘅時候，要派哥倫布去環球航行，麥哲倫要開發呢個新航道就係因為中間咧俾呢個嘅伊斯蘭世界咧控制咗，咁所以咧伊斯蘭人咧就係壟斷咗呢個絲綢之路嘅生意。中國或者印度嘅香料絲綢瓷器運到去中東，然後佢哋再運去歐洲就賺大錢啊嘛。咁所以咧一睇就知呢幅地圖係亂寫嘅，為咗一帶一路政策咧而亂寫。咁好啦，我哋姑且就睇下習近平可能有根據，我哋唔知咧。咁我哋再考察下原始資料，
就做一個事實核查，睇下習近平所講嘅嘢是否真確噶咯。事實核查睇咩呢？睇《漢書》《大宛列傳》睇呢個嘅《後漢書》，睇呢個嘅《史記》《三國志》，就睇呢4套書咧，就知道咧到底有冇可能。咁啊，仲有考古文物咧，就而家揾到嘅喺歐洲咧路線都有咧一啲嘅中國嘅瓷器啊、絲綢嘅，但係正如頭先所講，係運到去中東，中東嘅商人再運到去歐洲嘅，就唔係咧中國嘅朝廷使者直接去到非洲或者歐洲。咁啊，我哋一齊睇下地圖先，睇下啲資料。咁啊，講起地圖咧，有一幅圖好重要啊！呢幅圖咧就係即係而家清華大學嘅圖書館裏邊有收藏啦，美術圖書館就係呢個嘅莫高窟敦煌石窟啊嘛。張騫出使西域圖啊，咁啊張騫點解要出使西域咧？就係要鑿空西域啊嘛，要打匈奴，因為咧匈奴咧當時就控制咗西域好多嘅國家。咁啊漢武帝諗住要打匈奴啊，梗係要斷其右臂啊，要將佢嘅右臂咧係切斷咗，等佢咧冇幫手，甚至乎咧要匈奴腹背受敵，所以就要出使西域。喺西域裏邊咧就揾盟友、拉朋友、拉幫派啊，擴大朋友圈。呢個就係張騫出西域嘅目的。咁後來啦，亦發覺咧，喂，西域咧有好多寶貴嘅資源嘅譬如話嗰啲食材啊、胡椒啦或者後來咧就大宛寶馬、汗血寶馬。咁呢啲咧就係此為後話啦。咁啊當時咧張騫出西域咧，所謂西域諸國啊，就係今天大部分咧我哋所認知就係今天嘅新疆嘅啫，其實係就唔係好遠嘅你睇到呢個同匈奴爭霸咧，去到西域咁北邊就匈奴就游牧民族嚟噶，喺長城以北嘅周圍活動嘅。咁霍去病咧，即係周圍要去揾啊，先揾到啦匈奴人嘅聚居點，因為佢哋游牧民族嚟嘅，逐水草而居。咁好啦，佢哋咧就要開鑿一個嘅河西四郡啦，就係張掖、酒泉、敦煌同埋武威。呢個河西四郡，咁經河西四郡咧就去到西域啦。今天嘅呢個新疆地帶喺祁連山以北嘅地方，呢個叫做天山北路咁其實咧就係經玉門關啦，去到樓蘭祁煙，去到呢啲地方嘅啫。去到呢個沙車、于甸西域都護府，最遠去到幾遠咧？就未去到嘅，其實就去到呢個大玉支呢啲地方其實咧。即係你對比翻咧，其實張騫出西域咧就冇可能去到歐洲，更加冇可能去到非洲連中東都去唔到。咁所以呢個係今天新疆嘅地方，新疆自古就不屬中國噶嘛。以前嘅西域都護府或者咧呢個嘅唐代安西都護府係保護西域嘅啫因為西域係有主權嘅，佢哋裏邊嘅國家咧都有皇帝嘅。係幾時開始先正式統治西域啊？就係清朝。清朝咧就即係。康熙去到乾隆十全武功，就攻陷咗呢個當時嘅西域，就建立咗呢個新疆啦。左宗棠嘅時期就新疆建省，咁所以呢啲咧歷史基礎知識咧就應該要搞清楚。呢個就係張騫出西域啦。咁張騫之後咧，即係張騫係西漢啦，西漢之後咧又有東漢咯。東漢咧同西漢咧有唔同嘅。西漢咧就係去到大玉支頭先所講啦。然後咧中間就經過龜茲呢啲地方。其實咧沿途咧就係擦邊球咧就去到安息同埋大夏嘅。喺呢個時候咧就將佛教咧就帶咗入嚟中國，將佛教帶入嚟中國就好重要啊！亦都將咧呢個嘅雕刻嘅技術啊，因為咧呢個大玉支、大夏、安息呢啲地方咧都係高度希臘化嘅一個國家嚟嘅。因為當時咧希臘嘅文化就崛起，馬其頓啊，希臘文化就崛起，亞歷山大帝咧就周圍咧南征北戰，所以喺好多地方咧就建立咗有希臘化嘅文化。咁喺呢個安息帝國咧大玉支同埋大夏呢啲地方咧就係有好多咧即係希臘人嘅雕塑。咁所以咧佢就後來同佛教結合咗，佛教就本身不造像噶嘛呢個佛陀傳法就不傳法言，不立法言，亦都不造像。但係因為咧佛教就亦都入咗呢啲地方，而呢啲地方咧有悠久造像嘅歷史即係嗰啲雅典娜神像啊、宙斯啊，就建立咗好多呢啲像。所以一結合咗，當佢結合咗嘅時候咧，就造成咗佛像啊、觀音啊嗰啲咧都係咧好似雅典女神咁嘅樣噶。然後再經呢個嘅絲綢之路咧就傳入嚟中國，呢個就係張騫咧班超咧絲綢之路嘅宗教故事。咁好啦。呢個第一個階段咧就係西漢嘅張騫出西域，之後咧就到班超出西域，班超出西域就去遠咗嘅佢同樣咧都係去到大玉支，
但係咧佢去到烏孫啊、大玉支啊呢啲地方嘅時期咧，佢就折返。但係佢折返嘅時期就派咗一個副手、一個副使，就叫做金英。金英咧就再去遠啲嘅地方，就去到咧條支同埋咧呢個嘅安息帝國。意圖咧就去大秦啊。大秦就係咩咧？即係當時嘅羅馬帝國。咁但係呢個金英咧就去到呢個安息帝國嘅時候咧，就安息就今天嘅波斯啦。去到安息帝國嘅時候咧，就遇到挫折咯。遇到咩挫折啊？睇下啦，睇下呢個嘅西域列傳，呢個後漢書嘅西域列傳。佢哋去安息帝國喺呢個嘅章帝嘅時期，呢個嘅和帝永元9年，然後咧就派咗咧呢個嘅金英使大秦啊，去呢個嘅羅馬帝國抵條支。條支喺邊度咧？而家都有爭議嘅，一般就認為喺安息帝國裏邊嘅地方，即係今天嘅波斯、伊朗一帶嘅地方。臨大海，去到呢個大海，然後啦，安息嘅西界船人啊，佢哋嗰啲船夫咧就同金英講：喂，佢話咧海水廣大，啲海水鹹嘅，好廣大嘅，係咪去到即係呢個阿拉伯呢個波斯灣地方咧？往來者啊，逢善風3月乃得到啊！如果你遇到咧啲順風、善風好嘅風咧，3個月就去到呢個嘅大秦啦，羅馬帝國嘅。但係咧，如果遇到咧啲即係比較差嘅風咧，亦有兩歲者，要2年先去到。但係有一個問題啊，過入海你都要3歲糧，你要帶3年嘅糧食嘅。喂，帶3年嘅糧食上船，呢個談何容易啊？隻船要幾大隻啊？有幾多船員先得啊？海中善思人咧，司土戀慕，喂，啲人咧就會掛住屋企嘅，上到去3年啊。所以素有死者，好多人死嘅。然後咧，佢裏邊就再補充一句啦，佢話咧下邊有一句：如果咧漢使即金英啦，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你唔掛住老婆仔女嗰啲，你入啦。3年咯，上隻船，而且咧即係可能都會死亡嘅，死亡率都幾高嘅，可能係。咁所以金英咧就翻轉頭啦，就冇再去到大秦。咁冇去大秦啊，咁梗係唔會途經呢個嘅咩亞歷山大港啦。咁所以咧，習近平所講啦，就話2000年前已經派人哋去到呢個嘅大秦咧，甚至乎去到亞歷山大港咧，係查無此事嘅。佢意圖派金英去大秦，如果去大秦咧，經海路咧係有可能經亞歷山大港嘅，就係由波斯灣去亞歷山大港，再亞歷山大港再北上，但係咧就冇可能咧就真正去到，起碼歷史書裏邊冇證據證明去到。咁會唔會就係金英佢哋派咗啲人去到波斯，即係安息帝國，然後安息帝國嗰啲人咧再攞咗啲絲綢嘅貨物去到亞歷山大港咧？呢個係有可能嘅。但係就絕對唔係好似習近平所講，朝廷派人哋去啦。咁而咧喺波斯咧，喺安息帝國裏邊啲人咧，亦都點佢，話叫佢行水路。其實唔一定行水路噶嘛，可以行陸路噶嘛，經阿富汗再入去噶嘛。其實係完全可以咁做到嘅，但係就冇發生到呢件事。所以咧，金英咧就係折返啦，最遠就去到今天嘅伊朗一帶嘅。呢個就係漢代嘅歷史。嗱，咁當然啦，會唔會即係同呢個金英咧一齊行嘅民間嘅商團使者或者有其他人去咧？咁呢個當然都有可能啦。但係目前嘅史料咧就未有呢個支持到呢種咁嘅說法啊嘛。咁所以咧當時咧呢個金英其實咧去到呢個中東咧已經係好犀利噶啦，仲有機會咧就去到大玉支嘅。大玉支咧同佢咧即係有比較密切嘅來往啊。大玉支就係今天邊度咧？大玉支咧就係今天嘅阿富汗北部。安息咧就係伊朗嘅西部。咁條支咧好多人咧就認為好可能係伊拉克，當時亦都係由安息帝國控制嘅一個地方啦。米索不達米亞可能係伊拉克，但係呢個學者上咧仲有一啲嘅疑問喺裏邊。咁亦都咧有使者咧班超就係去到呢個嘅捐督。捐督咧就係今天嘅巴基斯坦啦。捐督就係今天嘅印度河流域嘅地方，就係巴基斯坦。咁所以當時中國好犀利嘅，已經去到。不過其實唔係淨係漢代喎，我哋睇考古資料咧，再早啲咧，即使商朝嘅時期咧，亦都有新疆出土嘅玉喺裏邊。甚至乎咧有白人。咁白人嘅骸骨咧就喺呢個武丁
武丁同埋婦好墓裏邊咧就揾到大量嘅白人骸骨、黑人嘅骸骨。呢啲黑人咧就唔係非洲黑人，就係印度黑人或者係所謂斯里蘭卡嗰啲黑人。但係咧喺婦丁咧冇嗰啲婦好墓啊，武丁婦好墓就揾到白人。呢啲白人咧就係印度同埋伊朗嚟嘅，嗰啲就叫做亞利安民族嚇。好多人咧就認為咧中國歷史上嗰啲鬼荒啊、險韻啊，其實就係佢哋嚟嘅，就係個白人亞利安民族嚟嚇。不過此為後話啦。咁所以咧由此可以考證到習近平所言嚇並非事實。咁啊好無聊啊！有啲人話喂，一個國家領導人啊去到外國啊，梗係講下啲客套說話，咁梗係講客套說話啦。但係佢竟然引用歷史有埋地圖，我就要事實核查破障 fact check， 到底佢呢番說話是否真實嘅。好嘛，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啊，埃及學嘅知識啊，咁啊，如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希望咧大家嚟都嚟咗啦，就幫我撳個 like 喺下邊留個言啊。對於呢方面嘅認識咧，或者呢方面嘅題目咧有興趣咧，你就可以留言話俾我知，我亦都可以做相關嘅資料搜集。好嘛，多謝大家。收費評論 Patreon 會員 YouTube 裏邊咧就有大量獨家資料，包括頭先嗰條影片。咁希望大家可以 join 會員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